2015年2月19号，那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点多了，直接邀请我们的 Edward 来为大家开讲。好，欢迎 Edward。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参与这次的分享。这是什么 topic 啊？这个团长在这个世界大陆的一些职务，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或者他的实质的是做什么的？好吧，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喽。正好 ，OK。这个大家对于这个 World Scout Jamboree 的这个 Youth Leader 有多了解？实际上这个团长他的职务，我们先了解一下他这个那个队的那个 formation 的团的 formation。在这个世界大陆营，它的这个性质上，它的一个大队，我一个是36位这个 youth， 就是青少年，加上4位团长4位大人而组成的一个团队。就每个国家可以派出多少个团队，就是在乎他的那个 membership 和他的那个总和，在世界组织的那个团员的分布的密度，来决定到底多少位小朋友可以参加。在小朋友参加之后，再算出需要多少个大人才可以参加。所以说，不是说你要派1000位、2000位、3000位都可以，它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算法了。那个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个资讯。这个36位青少年加4位就组成一个小团，而且这4位大人呢，就有其中1位就会成为这个，他不只是成为这个4个小队，他就这个大团这小团就会由4个小队组成的，每个小队就有9位青少年加上1位大人，就成为10位。所以其中1位也会成为这个4个这个大团的这个的带队团长。对，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说他每个大队团长加上每个小队的团长有4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的发问哦。所以他的实质上的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就是这边看到就是他作为一个 youth leader， 就是他是 head of adult leader， responsible 的是整个团的36加4个大人的一个大队的团长，他就 provide 这个 leadership、coordination 跟 contingent 的总团的那个沟通，还有跟那个4大营的职员沟通，还有跟他的 mentorship 跟他的小队的成员沟通。第2项是 optional 啦，是其中1位也可以成为整个团的副团长。对，所以他是可以帮助第1号人物这个团长的一些职务。第3位呢，就是说每个小队的队长啦，就是大队队长。我不知道这个公文方面，我在台湾这方面是怎么去定义那个名称的，就是那个9+1的那个小队的团长，和他是直接就是照顾这个9个青少年的安全 active participation， 他们的 well-being， 还有他的怎么去完成他们的一些参与的 activity， 还有那个 culture exchange 这些类似的东西。我们看一看图表，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小队，我们叫一个摆座，一个摆座里面有10个成员，一个大人和9位青少年。作为这个大人呢，我们统称他为这个 patrol 的 adult leader。同时候，因为我们要支持这个 youth empowerment 嘛，就是在这个世界同性的章程里面，或者这个要赋予
青少年多一些这些一些自主权和一些自由的一些 decision making， 所以我们就会支持。再从9位里面选出2位，你可以看到图表是 A 和 B，A 和 B 各就是小队队长和小队副队长，是青少年单位，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可以去协商，他们需要做什么东西，需要去编排职务、工作的分配，参与什么活动，他们是这个改出来到一个这个大人呢，就是成为这个顾问而已，就是我们尽量要给他们一些自主权的。若在这个沟通方面，跟大会沟通，跟那个 contingent 总团沟通，都是由这个大人去负责啦。就是他是直接负责他们这个小队的安全的之类的东西。所以其他的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工作服务范围可以是quartermasters 啊，就是 logistics 啊，或者秘书之类的。分别或者他们有他们自己觉得谁有资格代表这个不同的职位，或者他们可以轮流担任，就是说第一天 A 担任小队队长 ，B 担任副小队长，就第2天就 B 升任为队长小队长，再找出另外一位这位副队长，是类似以推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负责不同的。同样的工作可以分配不同的人去担任这样子，就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去发表和去带领这个小队。OK， 说4个小队就会成为这个大队的这个团的这个叫 unit 或者 troop。在世界大陆的定义就是一定要40位，他不可以有42位或43位。这个数目是定的 ，OK。如果有一些国家，他们有一些 special need 或者一些他们的那个 special need， 所以在台湾是怎么说呢？这个 special need 就是有些他们可能有些智障啊，或者有些行动不便的，他们也是可以参加同居的嘛，所以他们也会去参加这个世界大会。都是这样子啊，如果某种特定的需求，他们要增加大人的话，比如说在这一团，他们要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因素，他们要增加到4位到5位的大人或6位大人，他们的青少年就会缩短。怎么就是大人增加，青少年就要缩短。就是如果我们有45位，我们有6位大人的话。那个青少年就变成34位，记住吗？他这个整个的这个 formation 都是要有只有40位而已。或者你看到这个图表的话，就看到就是因为1号就是他也除了担任了小队的队长、大人队长之外，他也是一个负责一个团的团长这样。对，有没有一个中文的对照？应该该怎么称呼他们？其他的台湾伙伴有什么中文名称可以对照一下？我们来邀请那个汪辅，你可以来帮我们那个就是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吗？一个小队会有9位青少年伙伴，然后呢有4个小队，所以36个人，有4位这个服务员。那其中4位服务员有1位是整个代表团的团长。那刚刚 Edward 有提到说，如果说你有这不是国家的代表团，国家代表团比较大吧？这个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国家代表团有对，这是一个 unit， 就是一个我们就讲所谓的分团，40个人。分团 ，OK， 对，分团。然后 Edward 团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您有台湾叫做特教生，不管是心理的，或是他在身体上的行动不便等等的，如果您有这样子的人的话呢，您可以提出申请，然后你可以多1到2位的
staff 就是成人领袖来协助照顾他们，但是在青少年就会扣除，就会减少。就比如说你如果增加了2位成员领袖的话，那你的团员就要缩减为34个，一个代表团40个人的人数上限是固定的。刚刚我听到大概是这个意思。对的，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简单，他的那个分团团长是1号人物，那么2、3、4他本身的小队我们怎么称呼呢？小团团长还是他的称号会是什么？图片中这2、3、4个，在台湾我们会统称叫做副团长。然后不太一样的是，在台湾这4位都是成人领袖，所以4个小队的这个36个人里面呢，台湾有一些团，他可能会其中再拉1个人出来当做连队长，所以其中一个小队可能只有8个人。那连队长就是代表就1号在这边标就1号的，不是，他是小朋友的1号，不是大人的1号。就是在台湾有些团他会很多事情是透过连队长来主持的。那所以他们本身的就是我们是说他们在这个World Scout奖里面的这4道人，他们这每个小队都是officially 是要有大人去领队啦，这个一小队的领队，其实1、2、3是这个 purple color 的都是要是大人的，小孩子他们可以增加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按我所讲的是说他们可以本身的一些小队的队长都可以在里面，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一分毫嘛，就是就专门是商量他们要做什么办，对外来说呢，还是这个大人是要负责的，就这样。明白。辅导小队这个角色呢，通常团长和副团长都需要。然后有些在台湾有些团队会是一个成人领袖来辅导一个小队，他的这一项工作我们叫做小队辅。然后但是在实务上呢，有一些团可能会是2个小队辅同时辅导2个小队，它的原因是有一些考量，比如说如果这个2个小队里面都有男生女生，然后小队辅的话呢，如果只是男生，那像有些女伙伴她比如说月经来了，身体不舒服，或有一些情绪或情感上的事情，她可能比较倾向女的服务员来表达，他会觉得比较安全，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就是两队合并啦，就是2队合并，就想着两个队就会变成是2个同一时间去走动啊，就是对2个小队合并在一起去走动啊，这个是对大概会对，还有2个大人嘛，因为不然有1个小队的话，有1个大人的话，难免会对那个协防他有一些冲突啦，那个条例上，所以因为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小队，如果你放2个大人的话，你小队就缩短了8位嘛，所以就是有点这个是之前定下来的这个规格，所以只好说，如果是要对那个协防他们的负责的话，就是2个大人，就是2个小队合并，就是说他去整个的这个大轮之间，他们就是2个小队合并成一个 mix 队去跑动活动之类的都可以了。你看这2个大人就符合我们的协防他们的那个定义嘛，2个大人都这样子，对。好的，这个方面大家 OK 吗？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刚刚汪普有说，就是可以如果有特生的话，他可以换几个小孩，然后再换几个大人。那他没有大人的上限吗？他应该要有大人的上限吧？就是你不能，你一个 troop 里面不能有多少个大人？对，他没有硬性啦，就是因为通常有特殊情况的话，看你多少个特殊情况，因为你可以分出去嘛。你不可以说一个小队里面9位都是特殊成员嘛，
所以你可能这边2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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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分散它，这比较好的照顾。所以这看你本身的，看你整个特殊状况有多严重，或者是看情况而定。通常一个小队，你不可能把全部9位都是特殊嘛，然后你就会很难去照顾了。还有什么可以意见可以发表的呢？在这方面，还有谁有一些他的不同的看法？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世界大陆营的官方确实没有关于那个你要增加服务员的上限。因为他们上是蛮鼓励这些特殊生也可以一起走出来参与童军活动的。对，但是我曾经在看过，我忘了是2015年还是07年，哪个国家好像有单一的国家有曾经用建议的方式，提过这件事情，说，他建议您的服务员最多不要超过8个人。因为如果你超过8个人，代表您可能带的特殊生很多，会影响到你整个团的活动跟体验。大概有这样子的建议啦，但它一样不是一个强制的规范。对，就是尽量你们可以尽量去分出去了，就你可以分去另外一个团嘛，所以尽量在每个大团里面4个小队里面尽量。minimize 它那个特殊生在里面，说你可以分散。如果真的不能的话，也有个别的举例都可以去 adjust 啦，在方面是还没有硬性的一个条规啦，就这样。好的，我们可以往下一个 page 哦。所以那个特殊生他需要有牌的还是没有牌？什么可以有牌的，就是有被鉴定出来的，他就是必须要有身障证明或者是教育需求的特殊生才能参加，还是才能多增加一个服务员？还是我们觉得他需要特殊的照顾之后，特殊的照顾。他那个大会这一块是授权各国童军总会在组成代表团的时候自己定定，因为你报名参加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我也是特殊生这样对，然后你就自己编排分散这样对。对，那个是否各国，因为各国对于特教生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不太一样，甚至有些国家它并没有这么成熟的机制，所以它是授权各国童军总会在组成代表团的时候自行认定。那台湾过去几次有发生类似这样子的申请，总会通常都是你有提出来，那我就相信你是真的有这个需求，大概是这样子。台湾有试过有特殊生参加世界大营吗？有啊，像我们团2年前去韩国的时候，我们就有申请2位这样子。就是他通常都是台湾或者新加坡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智力方面的特质生的。在行动方面，暂时还没有行动不便的童军申请参加世界大陆运动。我们上次那个他是生理的状况，只是他没有很明显，但是他心跳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是很容易虚弱跟脱水。OK。那个是比较是病理上的一些体质方面的一些生理机能上的，对，就是说智力方面比较少吧。新加坡有派出1-2位智力方面的一些，就是那个我们讲的 autism 的这一块，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它是比较轻微的。情绪上会有一点不 stable 这样子。在于参加统计过后，他们的事实上他们都改善他们的这个
这个 autism 的一些问题了，就这样。如果你要去他们这特殊去看一下这个4到5你要报备了，跟4到5的那个输入他们的资料上，就是要点名他们是specialist 啊，就这样子。不过他 specialist 只有大部知道，他们不会公布，就是说他也在就 specialist 只是一个报备，就是说他们可以知道随时随地这里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们会知道怎么去处理，是这样子。OK， next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是那个优利的，就是带团的团长和小队的大人团长他们的个别的不同的一些职务啦，就是这个就是带团就是就负责整个团嘛，小团的那个小队的大人团长就是负责他们那个小队的一些主要是他的 daily activity， 他们 monitor 他们的 well-being， 对 ensure 他们是comply the safe of harm policy， 还有就是积极参与那个大会的世界大会的一些活动啊，这样子。包括他们也这个优利的就是会因为每个因为这个带团长，他不可能每天去看住每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是赋予这个 PAL 就是那个小队的大人团长去负责去监察，还有去make sure的整个小队的一些 privacy 啊，还有经济啊，还有那个业务项目都会到位这样。这个是 Rafi 讲他的 key responsibility， 就是带团团长就是要对这个小团的负责 unit management 和 coordination。大致上，他的那个带团的和那小队的团长的负责的工作范围是大致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对整个团负责，一个对小队负责。对 culture exchange、personal growth， 小队的比较注重于这 youth， 所以他们会管理的小队，还有要做多一点这个 youth engagement， 还有就是要跟这小队的少年多一些沟通 ，actively participate 这个世界大会的一些活动啊，最少要3到4项的活动。每天这样子，然后最重要是还要 encourage 要有 buddy system， 就是他们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出行去走动，还是整队走，或者2队，刚才所讲的2队，因为特殊原因，所以他们需要2个大人在一起，就2个小队一起走完全程的一些活动，或者他们特别要去参加一些集会啊，或者跟其他的小队、其他国家的一些交流啊。我们通常不鼓励一个人出去了，就是2个到3个人组这个小小的 buddy system， 出去就他们可以互相的 support 和观察一下的，所以他们有个 peer support 和 safety check 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safety、well-being 和 safe harm。这 PAL 会要真的去模拟的这个 safety、well-being、safe harm to comply 的这个 part， 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是要做这个 culture exchange 和 inclusivity， 就是说尽量 encourage 他们的小队的青少年去跟其他国家的 international scout，maybe 3到5位的国际童军做一个交流，而且这个 PAL 也要负责做这个 daily reflection， 就每天 end of the day before 这个睡觉前做一些辅导
或者翻到他们做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带团的这个小队的大人团长，需不需要更多这9位或者18位的青少年同学一起跑动所有的活动呢？那他们有没有这个限制？是这个18位青少年可以自动自己去跑，大人不需要跟随？有吗？哦，没有特别的规定。OK， 所以就是说这个青少年的小队队长就会负责这一块啦，这2队的参与的这个活动。OK。So next, how to ensuring your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as youth leaders or mature adult leader achieve 完成你的任务？我们有配合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带队团长和带队的小队团长他们的一些意见，综合上怎么样去 ensure 你的这个小队的安全性的一些东西都会到位。所以第一方面就是你自己本身要熟悉这个 World Scout 教育的 campsite layout， 所以你要 understand 每个 campsite key location 它的一些 function， 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找到这个 layout plan from World Scout 教育 HQ。key location 你所要了解的是每个 sub camp 或者 base camp 的 HQ， 或者种的 HQ， 就是这个大会的 HQ， 而且一些sub camp HQ。它的每一个 sub camp 的 food collection point， 他们 equipment store， 而且它的一些hospital clinic， 还有一些 safe from harm 或者它的 listening ears 服务中心的一些地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program HQ 活动中心和一些活动中心的一些 key contact 负责人，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它的 progress 怎么走的，有什么活动更新活动的一些东西。通常都是在 Pro HQ 可以知道很多资料，因为知道这个资料，你才可以去update 你的小队的一些青少年，他们要有什么 activity 是开的，有些 activity 是没有开放，或者什么 activity 有什么资料，对等等。还有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每个 activity 的 location onsite offsite 在哪里。我这个图片是2029年的这个美国举办的4道营的一些分布图，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小队或者是小队的带团团长应该要找到这个资料，所以他们可以发放给他们的小队的青少年，知道怎么去跑这个料，他们就可以很明确的，他们可以决定要玩什么 activity， 他们就可以plan 他们的 daily trip。要去哪里可以省到时间，要去找谁或者要去哪个景点都可以做一个计划，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东跑西跑。有些时候你东跑西跑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你的活动就参与不到很多活动，你就浪费一个在那边的一些，你会不开心，就是很多这些事情的做不好，所以尽量就有可以 support 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对。OK， 另外一项就是去understand 这个 World Scout Jamboree 的这个 camp evacuation plan。因为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到那个 camp， 你要了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发生什么 evacuation fire 或者是一些风灾之类的，unforeseen circumstances，你要怎么去exit evacuate。所以你大会通常都会 prepare 这个 plan， 所以你要跟大会去找到这份文件，然后就是去大致上去了解一下整个 plan 的一些状况。所以这是一个 example， 我们在这个是美国的，那他们 prepare 的那个 site emergency 的一些 tornado 啊，还是他们那个是。在 evacuation fire 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东西 ，base 之类的fire 之类的，还有一些路说不可以
用原火去煮饭啊、煮菜啊之类的，或他们就一些，还有怎么去，他只说你只能够用这个豆腐，这个是由大卫主办派给的那个provide的那个 stove 来煮 cooking 一样。所以这有时候发言的话，你应该 contact 谁？或否因为自己hotline都是要知道什么，然后还有去哪里找一些最靠近的一些 fire extinguisher 啊，或者它的 force 当然就你要大致上要了解一下，这样子对你的小队的安全才会比较高度的。还有一些的 health 和 safety 一些critical 它的那些 hotline， 这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所谓的 Jamboree Emergency Hotline， 还有 Secondary Hotline， 还有 Headquarter 的 phone number， 都是带团团长和小队团长都要记住这个 phone number， 所以有什么问题是可以打电话求助，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在美国就有这个 green flag、yellow flag、red flag， 在讲这个 heat wave， 或者太热，他们会公布是 yellow flag 和 red flag， 然后他们就叫你们要去看它的不同的热度和的温度，叫你做点防晒措施 ，plus hygiene、hand washing 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团长要找这些资料，然后再 update 给他的小队的时候里面，这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 safe for harm， 所以就是要 prepare safe for harm， 还有就是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in order， 还有这个 rule， 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 emergency 的话，你可以 call 这个他们的 hotline， 还有你不同的地方都会设立一些 medical facility。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有些 emergency 的 medical emergency 这样。Next 就是最重要的团长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个世界大陆所 offer 的 World Scout Jamboree 的 activity， either on-site 在 camp 的或者在 off-site 的。Then 要了解一下每个 activity 它的用意在哪里，它的学习分在哪里。它有什么 interesting 的地方？还有最重要的是每个 activity 它的 risk 在哪里？有些的 risk 是高的，有些的 risk 是低的，所以整个东西你要去找这个活动中心总部去得到这个 activity schedule， and 还有很多其他的 detail 的一些 program 的一些 information。World Scout Jamboree host。Program HQ 活动中心的秘书处，这个就是整个活动的一些plan 的 schedule， 就是 master plan。开幕典礼啊，有什么 event 啊，这大型 event 跟那个 activity 的开放时间，然后最重要的一本资料就是这个 program book。这个就是 program book 里面就是讲说每个 program 不同的领域的 program 有不同的一些学习点啊之类的东西。我还找不到这个是不是英文的？这个应该可以找到英文的啦。大家的上网找，我忘记了在哪里。所以这些还有不同的在设计方面的 program 方面的东西。然后这本书里面会讲解大纲，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是 cookbook， 他们也是 pro 的 cookbook， 所以你们可以，他们有个 recipe 的 cookbook 给你们去发挥要怎么跟着 cookbook 去煮他的那个早餐啊、中餐啊之类的。可以有那个资料，你的另外一个工作范围就是你的那些小队青少年 ，encourage teamwork, engagement and youth empowerment， 因为我们要 empower 他们 youth 自己去study 这个 activity list 嘛，就是他们自己决定每天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所以在这方面就是你找到这种资料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去 review 这个 daily World Scout Jamboree activity， 它的那些不同的那个 objective， 你可以 advise 他，
应该去参加什么的 activity， 然后也要有些团国家都是有在这个 day logo， 就是每个小队的至少他们都有 logo， 就是一个写日记啦，就是他们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东西，看什么 activity， 学什么东西 reflection 啊，一些他们都写这个日记里面。还有其他的都是 additional 的。Besides attend activity， 你要 foster 这个 international culture 的 exchange 嘛，所以你就会给些 daily assignment 给他们说，他们需要找3个 friend different country， 他们可以做 best exchange 或者 cultural exchange， 这都是一些 tradition 啊。在 LD 这个小队经常他们自己要决定他们每天要做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 assignment， 你就来 assignment for invite 他的一些新的一些 friend 啊，去他们的营地晚上去，然后每天至少做成一些这些都是白小队需要轮流。跟他们小团，因为有些小团或者小队的那些青少年，他们没有个目标，他们实际上去参加大轮，他们没有去完成很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小队的带团的小队团长，这个 discussion 这些小队青年的这个。尽量去参加这个看你们有什么意见在这方面。是有什么意见吗？在这个方面，这个带队的小队的带队团长需要给他们这个意见，就是出的这些小青年朋友的意见去做这些活动了。对，这关于你的 assignment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assignment 1， 你给他们任务说每天你要最少要找到3到5位的朋友，所以这个 objective 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 encourage 他们去认识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嘛 ，foster international。所以他们的 discussion point 是什么？他们要 find out 的时候，他们新的朋友的国籍，他们爱好，他们喜欢吃什么食物、水果 ，and maybe reason for attending the World Gathering, and also when they join scouting, how long they join scouting, and 为什么他们会 join scouting？ 这 discussion point 只是一个 suggestion， 你可以自己自行的编写一些新的一些discussion point。所以他们可以去 understand， 这就是一个 idea， 所以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 idea how to meet friends and how to ask information for sharing purposes。Assignment 2你可以给他们的是可以做一个 best exchange minimum 5 baggers， 所以这个是 understand share scouting tradition， 就是 exchange best scouting tradition。所以 from the exchange 他们可以 learn 它的 NS 不同的 country 的 best design， 为什么这个 best design 要这样？那么这个会有一个动物在那边，或者这个 shape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换章不只是换那个章，也要了解那个章的一些意义在里面。他们为什么去设计这个章？章代表什么意义之类的？你跟他们学习，你自己本身也要 explain 你自己的国家的代表团章是怎么样 design 出来的，然后你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认识的。就每年 exchange method 两边都要分享这个定义啦，这个 band 是怎么 design 出来的。这样，然后same time 你是可以学一下你自己国家的一些 scouting program 啊，你的 scouting 的 progressive value 的过来台湾，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什么长城啊，还是狮子啊，还是火花，里面到底要学习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可以发扬一下这个 不只是两个不认识的小朋友，就是换了章之后就跑掉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多一点谈话，多一点交流，在这个章这方面，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新认识朋友的一些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不同的地方，你可以 share 你的地方，然后你们 compare 一下，哎，我们的有些 common 的地方是这样子跑的，我们不同的东西在哪里，这样子大家都有一些认识嘛。过后你认识的东西，你回到来的话，我们有这个 daily reflection 嘛 ，daily reflection share 的时候，你可以 share 给其他的团队的你的伙伴们，青少年伙伴们。你认识的人是什么？是哪里来的？他们的章有什么章？他们的program什么东西？他们文化的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不只是你一个人学习到这个知识，你回到来你可以 share 分享给其他的小队的伙伴们一些知识，所以大家轮流去分享，大家的学习的东西都很扩大他的知识范围。3 你们可以，这个是 idea 是 culture share， 你们可以。你们两个谈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同的童军伙伴或者另外国家的时候，你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文化习俗啊，你可以 share 给他们听，他们可以 share 给你听，你可以做这样子，他就会更加了解大家彼此的 culture 的一些知识啊。这个3-4我们也是通常都会 encourage， 就是你invite一个新的朋友来你的 camp。join 你的 leader， 你的 battle leader，then 你就可以 meet together，then 你可以 introduce new friends to other battle members， 他们可以交流，他们可以试看你们的 local 的 delicacy，then at the same time 你就会你请他来你的这边聚餐嘛，那你下一轮你就去他那边的聚餐，然后你可以了解他那边的文化、他们的朋友之类的东西，这样。这个是我讲的每天的一些 daily reflection。end of day， 他们小队去讨论一下每天要做什么东西，今天学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任务、特别的知识要 share 他的daily logbook。daily logbook 如果有些分享的话，你们可以中英文来 mix， 这样子的话，他们不只是可以提升他们的中文，他们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英文。所以有一些 suggestion 就是说你的 reflection 尽量给他们做，今天你讲英文，明天你讲中文，就是他们两语都要辅导，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有机会去讲多一点的英文。因为来过台湾的话，中文他们是比较强嘛，所以英文他们比较少讲，所以这个 opportunity 给他们多一点的英文的一些 assignment， 他们是多一点的英文的一些表达能力可以增加，类似这样子，对。最后呢，就是 pre-camp preparation。这 before 去这个节目最好就是对这40位、36位小朋友加上4位大人，对。camp preparation 在 camp 3天4天或2天1夜都可以，然后他们 cover 一些 basic knowledge， 什么去 pitch tent、set up kitchen、dining table， 或者 cooking simulation、practicing meal preparation， 然后给他们一些经验去 try to write some logbook，and then also 有一些 daily activity 是。before 你去那个 before 你去那个 World Scout 节目的时候，你在 online 上可以大致上找到一些资料，在这资料做一些 pre-planning， 所以到那个 World Jump 的时候，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了这样子。然后还有做一些 simulation assignment，practicing interaction 的，他们有些小朋友会害羞啊，不会什么认识新朋友啊，我们可以做的 simulation， 一对一的做一些display， 这样子。OK， 这个就是 roughly 这个 summary。So key takeaway 最重要是你 be familiar with the campsite， 知道什么 layout 的一些 key point， 然后 evacuation plan、safe for harm procedures。Understand 那个第二点是 understand the activity， 他们的 schedule， 他们的人了解点，还有他的 risk。Third point is every day 你尽量要跟你的 battle member 多一些沟通。因为我看到有些团长和一些带队的小团长，他们很少跟他们的小朋友沟通啊，所以多一点沟通，多点按他们的 needs， 也可以 encourage 他们参加多一点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要 ensure 尽量去鼓励他们
青少年朋友去 actively interact with 那个去跟其他国家的同军沟通，还有就是积极参与不同的活动，越多活动就越好 ，offsite、onsite、offsite， 然后 prepare adequate， 充足的 prepare 那个 pre-camp 的 simulation， 等到充足的 prepare pre-camp simulation 的话，他们至少到了真正的 World Scout Camp， 他们才可以有这个心理准备去参与这个大型的活动和交更多的朋友，要 ensure 他们的 patrol members 他们青少年 in good mental condition。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这个 ensure safe from harm all the time。Next step, go and gather necessary document material， 上網找所有的資料 ，map layout、safe from harm policy、program activity。Then discuss with your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your patrol， 那youth members 他们可以自己去怎么去准备他们的工作 ，start 那个 pre-camp preparation。Define the various daily assignment jointly with youth members， 就是这个 daily assignment 1 2 3 4， 这是一个 example 而已，所以你可以自己标定你是准备你自己的不同的 assignment， 你的 youth 希望可以学习的，希望可以提升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知识范围啊、技巧啊之类的，都可以embedded 在这个 assignment 里面。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要 take the online safe from harm course, as this is mandatory required by World Scout Jamboree. All the adult leaders attend the World Scout Jamboree. Okay, thank you. 问题时间到。至于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分享吗？还是要特别的一些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合影。好，我这边拍一下，好来，3、2、1，好，再拍一张哦。3、2、1，好，太好了，我们谢谢Edward王哈，今天就是非常精彩的、丰富的内容的分享，少少的哈。好，对你来讲的确是少少的。好，那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